我是定京城有名的娇气小姐，却被一纸赐婚给了本朝威武大将军。单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哭湿了3个枕头，新婚夜眼睛都没敢睁开，生怕对面一口把我吃喽。后来将军将我抵在被褥中，擒住我的下颌，直亲得我眼角泛泪，偏偏还不肯罢休地挑逗我。娇娇，好软，好香。我又羞又恼，打他嫌我手疼，反亲他又怕被他爽到。可恶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粗鲁啊！想哭，嘤嘤嘤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双手放在腿上，整个人紧张到不行。红色的盖头遮在面前，我连续几次想掀开，都被喜娘制止了。夫人，这盖头要等将军来掀才吉利，您莫着急。但我很急，我本来不想成这个亲，姐姐们都说将军是要打仗的，会杀人。我平时不小心摔破个皮儿都要哭上半天，万一将军要杀我，我可怎么办？我想抗旨，但是我爹说了，抗旨也得死。嫁给将军死我自己，不嫁将军死我们全家。我吓坏了，哭湿了3个枕头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今早上二姐来给我开脸涂脂粉的时候都惊呆了，不得已多给我上了2层。外面的锣鼓震天响，我在后宅都能听到将军的同僚、军队的那些士兵们的呐喊声。我又想哭了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才会被皇帝看中赐婚给将军啊？门吱呀着被人打开，将军被人簇拥着过来，他停在门口，对那群人说：我到了，夫人大家闺秀，不是你们这些粗人能比的，都散了吧，莫要将我的人吓到。我下意识哆嗦了一下，手指摸到一颗花生，没收住力，咔嚓一声响后，我隔着盖头都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看了过来。要是地是软的，此刻都能被我抠出洞来了。等将军把人都赶走，他往我这个方向走来，他的脚步有些乱，但没有我的心乱。他伸出手先掉了盖头，我颤抖着睫毛微微抬头看他。将军没我想象中长得那般魁梧，甚至更像书生，也没有多黑。他长得不可怕，眼神却有些深邃，我开口就失声了。过了几秒才找回声调，你可不可以别打我？他愣了片刻，突然大笑起来，声音洪亮，在屋子里震耳欲聋。他是想笑死我吗？他摸了摸我的脑袋，你是我的妻，我只会疼你，不会打你的。我稍稍放下心来，大姐说将军一言九鼎，他说不打我就不会打我的。可是之后他却又伸过手来拆我的珠花头冠，脱我的外袍。我伸出手附上他的前胸，企图将他推远一点。你要做什么？他干脆直接一把把我抱起来往床里面一扔。我的屁股摔在被褥中，虽然不疼，但是也委屈得红了眼眶。做什么？你嫁给我，嬷嬷没教你我们要做什么吗？我想起来昨天嬷嬷确实拿了个小本本进了我的屋子，但我哭得很累，迷迷糊糊的，哪里还能记起来嬷嬷说了什么。她俯下身子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我的侧脸，我的脖颈，粗气喘息在我耳边。娇娇，你真香。她一边说一边往下，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，只觉得难受，但又不是特别难受。我想要她离我远点，但又控制不住自己离她越来越近。她轻声笑了，低头与我碰额。娇娇，我是谁？我迷茫地看向天花板，威武。我哪里知道她的本名，单单将军的头衔都要将我吓破胆了。我叫徐凤来。我叫沈明熙，脑子有点不好。我娘说是小的时候，三哥非要背着我爬假山，害我摔下去撞到了头。为此我一见三哥我就哭，我的乳名娇娇就是这么来的。直到我们都大些了，我才明白我脑子不好是天生的。我娘是怕我自卑，才给我找了个原因转移目标，但是他们没想到我一点都不自卑。我5岁的时候就敢跟华阳公主称姐到妹，帮着华阳公主胖揍小太子，揍完了还哭哭啼啼说自己手疼。我爹娘被召进宫里的时候，吓得腿都哆嗦，再抬头一看，我正坐在皇帝的腿上吃葡萄。皇帝非但没有生气，还亲自帮我剥皮，连华阳都一脸艳羡地盯着我。沈清，你这个女儿妙得很啊，朕打算将她留在宫里，给华阳当个伴读，你意下如何？我爹扑通就跪了下去，陛下三思啊，陈闺女虽然长得可爱，但脑子愚钝，留在宫里只有得罪贵人的份儿，陛下饶了这孩子吧。
皇帝思考了一番，回我爹：你说的对，若是娇娇没有个身份，在这宫里确实容易受冷落。朕这就叫皇后收她为义女，这样娇娇就能名正言顺留在宫里了。我爹我娘听完，差点当场昏过去。但总而言之，我还是留在了宫里。我在宫里留到了皇帝崩逝，太子继位，华阳成了最尊贵的长公主，而我是最尊贵的长公主最好的朋友，好到她每次惹了祸，都不忘将错分一半给我。我脑子不好，没人真的能同我一般见识。华阳因为这个逃避了一次又一次的责罚。小时候被我俩追着揍的太子，登基后见华阳越来越过分的行止，劝阻无果，便将目光放到了我身上。整治不了亲姐姐，那就只好整治一姐姐了。于是他将我召至身前，问我：阿紫，朕给你娶个相公好不好？我不太知道娶相公是件好事还是坏事，跟着华阳这么多年，脑子没见长，但警惕心十分足。我跟他说：我可以不娶吗？他大怒，抄起桌案上的镇尺，便指着我：你要是不娶，朕就让先生拿镇尺揍你。我吓得哇哇哭，一边哭一边允了。于是我被送出了宫，送回了沈府。起初我爹娘还当是我犯了什么大错，被遣送出来了。后来圣旨到的时候，他们才察觉出来小陛下的用意。但是为什么是威武大将军呢？等传旨的太监走后，二姐看着黄澄澄的圣旨上的名字，陷入了沉思。将军不好吗？我懵懂地问他。将军很好，不好的是威武，你听这个名字也能知道，对面肯定又丑又能打。我顿时又要哭了。死皇帝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记仇，我小时候帮着华阳揍他。不过皇帝也没有给我反悔的机会，因为这边圣旨下了，威武将军府的聘礼紧跟着就进了沈府。是的，不是我娶她，是她娶我。我问大姐这是为什么，狗皇帝明明说的是要我娶。大姐怜悯地看了我一眼：九妹，你一无封号，二无封地，你是太后的义女，又不是先皇的义女，只有公主才有机会娶夫，你算吗？我的确不算，这么说来，我又被狗皇帝摆了一道，所以我开始闹着要悔婚。我家里的姊妹死死地抱住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九妹不可啊，你要是抗旨，我们沈府的人头都不够陛下砍着玩的。那我呢？我万一被那什么威武打死怎么办？华阳在宫里，我在宫外，两个闯祸头子隔山跨海，我帮不了他，他就不了我。于是我像个提线木偶似的，被一群人摆布着送上了去将军府的八抬大轿。而现在天亮了，徐凤来背对着我坐在榻下穿衣服，宽肩窄腰，古铜色的肌肤若隐若现。我突然理解了，为什么华阳整天都嚷嚷着要娶30个驸马。许是我的注视太过明目张胆，他忽然转过了身子，我的脸瞬间爆红，说出口的话也磕磕绊绊。你，突然回什么头？徐凤来轻笑一声，用指腹揉搓了一番我的唇角。昨天没来得及替你净面，口汁全化了。我用手捂住脸，偏过头，你管我？因为我们俩是赐婚，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先进宫叩谢圣恩。我跟着徐凤来踏进勤政殿的时候，华阳也在，不停地向我发来求救信号。好歹是一起长大的姐妹，虽然她经常坑我，但是我这个人仗义，还是决定救她于水火。于是叩谢完圣恩后，小皇帝留下徐凤来说话，而我以跟华阳许久未见为由，将他带了出来。一走出勤政殿，华阳小心地回头看了一下殿内的那俩人，然后抱住我的胳膊开始哭。明熙，我要娶夫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你哭啥？你不是说娶夫是好事吗？知道小皇帝要给我娶夫之后，华阳可是第一时间向我投来了慰问的关怀，实际上是看姐妹落难，借机取笑。如今我将他的原话原原本本奉还给了他，他一听哭得更大声了。李川这个王八蛋要我娶崔瑾，我当谁家的儿郎有着好福气，原来有福气的是华阳啊。崔瑾这个人没啥毛病，有毛病的是崔瑾身后的崔家。华阳自小的愿望便是出宫开府后，先照他10个8个面首修身养性，而小皇帝李川显然也很懂得他亲姐姐的尿性，所以哪怕华阳年18了，至今还住在宫里。李川对华阳以及我了如指掌，所以将娇气爱哭的我
许配给杀人不眨眼的徐凤来。而华阳显然比我更惨。崔家乃百年世家，家规森严，男子不过45子不可纳妾，对女子的要求就更别提了。若是崔瑾嫁进了公主府，华阳这辈子都别想有面首了。我毫不怀疑，他今天领了面首回家，崔瑾明天就能撞死在宫门口。华阳他丢不起这个人。陛下他还真是精准地拿捏了咱俩的命门。我讪讪笑着，徐凤来就走了出来，他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眼神一转看向华阳，既然公主无事，臣就带心腹先回家了。末了，他又加了一句，娇娇昨夜累坏了，还望公主多担待。我红了脸，华阳红了眼。沈明熙，你个小王八蛋，有奶忘了娘，你自己快活，不管我死活。我实在没耳听华阳乱用词语，口无遮拦的骂街，所以我扯着徐凤来的胳膊就往外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累了。徐凤来的家中人口简单，但关系复杂。他有一个拎不清的爹，以及上不得台面的继母，所以徐凤来跟家里关系并不好。继母嫁进来之后，膝下无子，便将自己娘家侄女宋敏之抱到徐府当女儿养。宋敏之长到12岁的时候，徐凤来见继母依旧没有将她送回去的意思，于是毅然决然去投了军。入伍8年，徐凤来靠着战功赫赫，为自己挣得了将军府邸，彻底跟徐家分家。但我跟他毕竟是新婚，该走的过程还是要走的，所以从宫里出来以后，我与他还是去了一趟徐家。他的父亲继母早就坐在正堂等着我这盏媳妇茶了。继母身后站着一妙龄少女，应该就是宋敏之。而宋敏之从我跟徐凤来进屋开始，视线就没从徐凤来身上挪开，那眼神跟先皇那些企图求得他宠幸的妃嫔没啥两样。我看懂了，宋敏之这是想给徐凤来当小妾。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，毕竟徐家跟沈家都不似崔家有那老实的家规。我只是在思考，这宋敏之貌似比我大2岁，若是将来她入了门，我为大她为小，她到底该称呼我为姐姐还是妹妹？她到底该叫我什么呢？我冥思苦想，一个不注意就将心中疑惑说出了口。徐凤来还牵着我的手，她没听明白我的话，便俯身问了一遍，夫人说的什么？我摇了摇头，然后跪在蒲团上接过丫鬟递来的茶，先奉给徐凤来的爹，又奉给徐凤来的继母。他爹倒是没说什么，继母没接茶先接了话，按规矩来说，凤来媳妇你是太后的义女，本是不用屈膝奉茶的，但他话说的长，我膝盖跪得疼，我便没了耐心听他说下去。我站起身来，将茶一饮而尽，他瞬间瞠目结舌。那便按规矩来吧。我眨了眨眼，有规矩就好说。徐凤来右手攥拳杵在嘴角，见我看他，瞬间将神情整理得一丝不苟。哼，藏什么？以为我没看到他笑了吗？宋敏之见他姑母吃瘪，立马冲到他身前，像护鸡仔一样护着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姑母好歹是你长辈，你怎可如此不敬？我佯装诧异，我不是按规矩行事的吗？说到不敬，你乃小商户女，哪怕日后进了徐家的后宅，也得尊称我一声主母，你又有何资格冲我大吼大叫？继母比我还会哭哭啼啼，我嫁进徐家时，凤来才3岁。为了照顾凤来，我一直服用避子药，后来子嗣艰难不得已，才将敏之接来。敏之自6岁起便跟着我，我待她如同亲生女儿，她不过是替我说几句话，竟要受你这般折辱，你这是不想叫我活了呀？我满脸疑惑，既是要当亲生女儿，那她以后可就不能入将军的后宅了。继母抽噎声顿住，是如同亲生女儿，并非。行，想要严谨。我点了点头，看向宋敏之，既然你姑母没想过继你，你就还是小商户女，那你见我恐怕仍需行礼问安。宋敏之脸色就跟吃了苍蝇一般难看，偏偏还不能反驳，只得向我行了一礼。而后徐凤来像是才反应过来一般，拉着我走了。直到到了将军府门口，他才冷着脸问我，你刚才在徐府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样子有些吓人，虽然他承诺过不会打我，但我爹也说过的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我将双手交叉护在身前，磕巴道，怎么了？你是想要兴师问罪吗？徐凤来换了一副看傻子似的表情。我说的是，
你在徐府为什么会说宋敏之要进我的后宅？你跟我才成亲1天，就想要给我纳妾？你又不是崔瑾，当什么贞洁烈夫？你整日混迹战场，运气好了才能整日嘎人。但嘎人者终被嘎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你后宅多一个女人，便多了一个能传宗接代的机会。我理解的。我说的振振有词，徐凤来听得脸越来越黑。他一把将我扛起，挂在肩膀上，往内院走。沿途的丫鬟小厮嘴都要成翘嘴了，我被颠得天旋地转。徐凤来，你有病，你快放我下来！徐凤来一言不发，闷头往前走，我才察觉到他生气了。我今天走了很多的路，还在他家里受了他继母跟表妹的气，本身就委屈到不行。我用手拍了拍他，谁知道恰好拍到了他的胸，我有些害臊，但还是强撑着说了：徐凤来，我很娇气的，你这个样子对我想哭。要是从前我哪里还会说这种话，一般早就开哭了。但是现在略微有些抹不开脸面，总觉得不好意思在徐凤来面前丢脸。徐凤来听到我哽咽的声音，顿住了脚步，叹了口气，将我放下来。他伸出手替我整理了一下发型，才开口：娇娇，我也很难过的。我还没反应过来徐凤来在难过什么，就被他打横抱起进了屋子。他将我轻轻地放到榻上，不等我坐起来，他就欺身靠了过来。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又往下亲上了鼻尖、嘴巴，最后停留在我高高昂起的脖颈上。你想要我也这般对别的女子吗？我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的手竟在不经意间已经搂在了他的腰间。我连忙松开手，红着脸往后退。你干什么？他却轻笑了，一把又将我拉了回来。我干什么？娇娇不知道吗？从床上下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近黄昏了，我的肚子早就撑不住，咕咕直叫。徐凤来跟个没事人一般，指挥下人将饭桌支在了屋里。我缩在被子里不敢露头，太羞耻了。我用力拍了拍脸，企图将脑海里不干净的东西从眼前驱散，可越拍记忆越清晰。徐凤来他居然在那种时候问我他跟别的女子鸳鸯戏水，我会不会生气？我当时快要被他的口无遮拦下震晕过去，偏偏事后徐凤来就跟个没事人一般。等丫鬟上完饭菜退了下去，徐凤来又到床上将我捞起来，替我穿上中衣。拿起外衫时顿了顿又放下，待会还得脱，就不穿了吧。我有些气愤自己的愚钝口笨，导致自己除了能攥起拳头给他几个不痛不痒的锤击外，再没了其他能管制他的招数。他将我抱到凳子上，又亲自夹菜喂我。等我张口吃进去了，他又说华阳公主大婚后，我也该回军营了。他说完这话，我才想起来这个男人是我们大燕令敌国闻风丧胆的大将军。他此番在京逗留已经数月，虽然现在边境尚算安稳，但国不可一日无军，兵不可一日无将。徐凤来总要回边境去的。才做完天底下最亲密的事情，就要谈离别，塞进嘴里的米粒瞬间失了甘甜。我压下心中苦涩，宽慰他道：你放心回去吧，我会替你守好将军府的。谁知徐凤来轻轻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我又不需要你留下来替我侍奉爹娘，你在这守什么将军府？我懵了，他这话的意思是他走了，将军府都不给我住了。徐凤来，你要不要这么小气？我虽然脑子不太好使，但是你若一走，我就搬回沈家的话，京都的人该如何笑话我？徐凤来扶额叹息，我从来没觉得你脑子不好，但是现在我是真的觉得你脑子确实不好了。他将碗筷放下，用双手撑住我的肩膀，低下头来直视我的眼睛。娇娇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军营？还不等我说话，他又开口，我知道你娇气，边疆的环境也确实远不如京都，但是我保证我会努力不让你受一丝苦，我将家里的床给你搬去好不好？我看向屋里的那张床，怎么看怎么羞涩。我是从未想过徐凤来要带我走的，我以为男子出征在外，女子持家是最正常的。可是徐凤来却说他要带我走，他不要跟我分开。3日回门，刚进家门，还未来得及跟爹娘多说几句话，我便被几个姐姐簇拥着带去了闺房。这就是威武大将军。二姐满脸不敢置信，这哪里是莽夫，就这样冒，在京中贵族子弟中也落不了丝毫下乘吧？我点了点头，我也挺满意徐凤来的相貌的。他大概是随了他早逝的母亲，因为他父亲看上去就挺像莽夫的。
大姐将我的衣袖裤腿都挽上去，仔细检查了一番。她没打你吧？我拦住她，将衣服全都抹了下来，无奈道：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将军很好的。三姐又趁我不注意，将我的小衣掀了上去，露出腰间雪白的肌肤。你别说，我腰间确实有一抹紫红色的暗痕。三姐瞬间红了眼，一副要杀人的表情。徐凤来她欺人太甚，还真打了小妹。几个姐姐又都将我围起来，仔细观察那抹痕迹。我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，慌张地将衣服穿好。这哪里是徐凤来打的，是昨天我跟他闹得太厉害，他没忍住在我腰间扎吮的。可怜我几个姐姐都还未经人事，他们断定了我被打了，当即就要去找徐凤来算账。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们拦下来。等我们吃了晌午饭离开，上马车前，我看向爹娘，忍不住道：爹娘，我大姐都20多了，谁家好姑娘这么大了还留在家里？你们赶紧快将她们都嫁出去吧，都快留傻了。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。新婚燕尔第10天，宋敏之上门了。她拎着一只食盒，穿得清凉妖娆，将目的都写在了脸上。她来的时候，徐凤来还未归家，我在正堂接待了她。姑母一大早就叮嘱了我，亲手替表哥煮了骨汤，还做了他最爱吃的几样小菜。所幸我整日在徐府也没什么事儿，便亲自送来了。他将食盒放下，然后不等我说话，就自己找了凳子坐了下来，唯恐我开口就将他赶走了。嫂嫂不会介意吧？我瞥了一眼桌上的食盒，轻笑了。我当然不介意了，只是有些意外表妹竟有如此的好厨艺，不像我，什么也不会。不过也无妨，你哥哥说了，这种事情是下人做的，他断然不会要我亲自做。宋敏之脸色白了一霎，却还在硬撑：凤来哥哥快回来了吧。话音落下，徐凤来一身官服跨了进来，宋敏之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走到他身边。凤来哥哥，他声音娇俏，恨不得要将人喊话了。我看到徐凤来抖了抖身子，不自觉地往我这边挪了2步。你来做什么？宋敏之不依不饶地又贴了过去，甚至抬手握住了他的胳膊。凤来哥哥许久不回家，敏之亲手给哥哥做了吃食，才知道嫂子原来什么也不会。徐凤来像是被蛇缠住了一般，惊恐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抬起胳膊将宋敏之甩出了屋外。真的就是甩出去的。我看着宋敏之啊的叫了一声，然后摔到地上，再抬起头来，发髻乱了，脸也花了。我不忍心地闭上眼睛，这要是我，得哭死了吧。不得不佩服宋敏之的心态真是强得可怕，她第一时间没哭，竟还想再爬起来进屋。徐凤来大叫了几声，从院子里跑过来几个小厮，赶紧将人给我丢出去，以后将军府不准此人踏入。再回头，我已经打开了食盒，夹起了里面的饭菜，甚至滋溜一声喝了一口汤。徐凤来冷了脸：情敌送来的东西你也吃得下去？你有没有心？我无辜地抬眼看他，他要讨好你，送来的东西分外用心，做了就好吃，而且也绝无可能下毒，怎么就吃不得了？徐凤来满脸无奈，踱步走了2圈，又不解气地指着我骂：你呀你，我看你并非没有心，就是心太大了。华阳出嫁前天晚上，李川召我跟徐凤来进宫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厅中一张4方桌，上面已经摆好了碗筷。华阳满脸哀怨，半死不活地坐在西侧，李川坐东首。我跟徐凤来行完礼后坐定，李川开口：就当是家宴，不要拘谨。华阳则瞪了李川一眼，这还不如是我的断头饭呢。我伸手拽住华阳，低声说：别胡说，那崔瑾崔大人也是相貌堂堂不可多得的美男子，哪里就真的要想着去断头了？徐凤来也趁机跟李川提了要回边疆的事情。如今朝中稳当，陛下已经可以脱离世家揽权独当一面，臣便也可安心回宿州了。李川举杯同徐凤来共饮，就是因为信任徐将军，我才肯答应将明熙阿紫嫁与你，要是换了旁人，朕真的还要三思一番。我跟华阳听得云里雾里。我夹着花菜看向李川，不是陛下赐婚我才嫁给徐凤来的吗？李川大笑几声，摇头道：阿紫，你说什么呢？赐婚的确实是朕，但求娶的一直是徐将军本人啊。他此次回京，什么赏赐也没要，唯独想要娶你。若非如此，朕与阿紫也是从小到大的情分，
朕怎会给阿紫乱点鸳鸯谱？我诧异地看向徐凤来，不是赐婚，而是求娶。李川这话的意思是徐凤来喜欢我，所以才娶的我。徐凤来同样看向我，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点头。我心中百感交集，芳心大乱。华阳一个馒头就扔到了李川脸上去。好啊好啊，不舍得给明熙阿紫乱点鸳鸯谱，就舍得给我点是吧？李川大喊冤枉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还做梦娶10个8个面首呢，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有哪家正经公子肯娶你？崔瑾没拒绝，朕就谢天谢地了，你还挑上了。华阳自诩宫中第一美人，哪里受得了这种打击，气得筷子一扔就走了。我去看看他。我胡乱塞了几口饭，赶紧起身去追华阳。青雀宫内，华阳气鼓鼓地嘟着嘴问我，娇娇，我真的有李川说的那么差劲吗？我将铜镜端到他面前。有，你7岁的时候将卓安公主一脚踹进湖里，拦着工人们不让他们下去救。若不是先皇及时赶到，卓安公主恐怕已经享年6岁了。10岁那年，骆丞相带幼子洛元进宫面圣，你穿了李川的衣服装皇子，将洛元骗到小树林，给人扒了衣服绑在了树上。骆丞相赶来的时候，气得当场昏了过去。13岁那年，你听闻李尚书家的公子才貌出众，于是撬了宫门锁，半夜爬到了人家府里。谁知道你不识路，爬错了墙头，爬到了崔家，在崔瑾的床上睡了1晚上。虽然你们俩衣冠整洁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第2天崔瑾醒来的时候，差点就要自宫了。我越说，华阳眼睛瞪得越大，神情也越来越心虚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，但是卓安公主那次是因为她欺负陛下在先，还陷害陛下，被先皇罚跪2个时辰，你实在气不过，才去找他报仇的。骆丞相的儿子骆元察觉出你是女儿身，仗着你没明说身份，所以故意占你便宜，你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如此看来，好像除了崔瑾，你之前虽然行事张扬，但都事出有因。华阳张了张口，那也不用我非得娶了崔瑾吧？我指了指铜镜中华阳的脸，看看你自己，你不是自诩宫中第一美人吗？虽然我略有不服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，10岁过后，你出落的确实越来越漂亮。你爬崔瑾的床的时候才13岁，可崔瑾已经16了，他是个男子。若非恰逢生辰被他兄长逼着灌了酒醉的不省人事，你觉得你有机会爬得上他的床吗？你不将此事当回事，但是对方却对你上了心。崔家百年世家，向来家规森严，洁身自好，如今陛下跟世家关系紧张，却仍旧放心要你娶崔瑾，不正是说明了崔瑾是个好儿郎，值得你娶吗？华阳听我说完，眼眶微红，似是被说通了。那崔瑾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都打听明白了，崔大人12岁便过了童试，如今虽仅22岁，但已稳坐内阁。你看看现如今的世家子弟，有几个爬得比他高，能力比他强？华阳沉默了片刻，方又开口，这么说，崔瑾入我公主府，倒是委屈了他。不过，难得你居然说得出如此清明的话。我刚想安慰他2句，就被他后半段话噎回了肚子里。从前，华阳是不着调的公主，而我是没有脑子的贵女，李川也还是一个被先皇冷落的太子。华阳跟我虽然经常欺负李川，但李川也只能我们自己欺负。太后与先皇的感情不深，更多的是各分不开的利益使然。李川是皇嗣，也是世家的产物。先皇对李川又爱又惧。李川是他最优秀的儿子，但太过优秀的儿子不是他的骄傲，反而是他的敌人。皇后为了保住李川的太子之位，自请让出了中宫凤印毕恭礼佛。是华阳一手将李川带大的，也是华阳的坚持，李川才能顺利登基。所以李川确实是替华阳考虑了一条最好的出路。华阳的公主府早在先皇还在的时候就建好了，此次成亲没有迎亲。华阳从皇宫坐婚轿去公主府，崔瑾那边也直接骑马入公主府。华阳上轿后，我隔着门帘给他手里塞进一颗饴糖，在乐礼声中轻声跟他说了句再见。我以为他没有听见，但抬头看过去时，他的眼角分明也有了泪花。我们在宫门口同李川告别，李川望着远去的送亲队伍，又看向我，转身回宫前还是认认真真对我行了一礼，阿紫，对不起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
他是一国之君，虽年幼，但少时经历使得他心智成熟。我在得知李川要将华阳许配给崔瑾时，就明白了李川的用意。或许华阳也明白，所以他听到我的告别时才没有开口挽留。李川继承了先帝遗愿，推翻了世家，重用新贵，但世家如同燎原之火，不灭不息。李川需要有人来替他抗衡。崔家替他抗衡朝堂，徐凤来便可为他守国守疆。出京的行囊早就收拾妥当了，爹娘跟兄长阿姐们抹着眼泪为我们送行。我爹叹着气握住徐凤来的手，开口道：凤来，我这个女儿虽然脑子缺根筋，但是她心里门清，她既然决定跟你走，我拦不住她。但是还请你真诚地对她，万万不可欺骗她，辜负她。徐凤来另外一只手紧紧攥住缰绳，爹娘，你们放心，娇娇是我亲口求娶的，只要我徐凤来再是一天，就断然不会让她受一丝委屈。我们出了京都，便共乘一匹马，先一步往边疆赶，越往西北赶，便越能感受到漫天黄沙与刺骨疾风。我将头往徐凤来怀中埋了埋，瓮声问他：还好是你回来了。想想后来见面的骠骑将军、镇国将军，若不是徐凤来回来的及时，怕是我这辈子真的就要嫁给一个莽夫了。徐凤来将我收紧了些，用大氅将我堵得严严实实。你放心吧，只能是我回得来。很久以后我才得知，徐凤来归京前曾在京郊逗留2日，将其余奉旨归京的单身将军们五花大绑在城郊破庙里饿了3天。等人被救出来的时候，我与他的亲事早已尘埃落定。而彼时的我，看着边疆子民生活虽苦，但脸上填满了对大雁的信任与坚定。又看着徐凤来每次冲锋陷阵回来满身的污垢与伤痕，他后背被砍伤，3、5个人抬着回来不省人事的时候，仍记得给我带一捧旱地里少见的野花，我还能如何怪罪他求娶我时的算计与手段呢？再者，就算李川要我自己选择，我也未必就愿意错过徐凤来，因为我也喜欢他，喜欢他像炙热的太阳，照亮了边疆子民，也温暖了我的心。也许到死，我都很少再有与华阳见面的机会，但我不会挂念他，他也不会惦记我，因为我知道他会幸福。同样的，他也知道我会幸福。我看着远处马背上的男人单手拉着缰绳，另一只手向我挥舞着奔来，那是我的爱人，我爱的也爱我的人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